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房子就觉得它真的好酷，它有可能是我到目前为止住过最酷的一栋房子。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它就真的很像是那种科幻电影里面最后男女主在结尾到达的一个地方。嗨，大家好，这里是 Pio。今年3月份，我在新西兰完成了20天的旅行。而作为一个酒店博主，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在这里住到了我人生中最棒的4家民宿。而这4家 Airbnb， 它们的价格从不到1000人民币到将近1万人民币，几乎差了将近10倍差价。我发现新西兰的精髓，除了在路上、在途中的车窗里，更多的时刻往往就是在关上门的那一刻平静中。而我现在打算在东京的家里带你们一起分享，在我整个旅途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4家 Airbnb。我会用图片和文字标示出这4家 Airbnb 的价格和他们的名字，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看下去。他们也是我在南岛摘下的4颗珍珠。第一间 Airbnb， 它位于 Tekapo 湖旁边。我们在夜间抵达了这间位于大平原上的屋子，没有路灯，没有邻居的黑夜里，这是一栋被半掩埋在山坡底下的房子。它几乎完全使用了清水混凝土、大面积的玻璃来打造这栋建筑。它在建筑学上的名字叫 Bunker House， 也就是说这里是一座地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在塔卡波湖的家，这是一间被埋在地下像地堡一样的别墅。只可惜今天到这里天色已经晚了，我们现在先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推开巨大的玻璃推拉门，房间的会客区域一览无遗，室内的空间完全被大面积未经雕琢的清水混凝土所统治。向窗边望去，此时还可以看到最后的来自天边的余晖。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它就真的很像是那种科幻电影里面最后男女主在结尾到达的一个地方。然后当我们回到这个房子里，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吃的、红酒，然后打开冰箱有我们当天从超市买回来的羊排。我们在奔波一路到达一间这样的房子里，真的会有一种秽土重生的感觉。这栋房子所处的位置靠近约翰山天文台，属于全球国际暗夜星空保护区，所以 Bunker House 将唯一的玻璃背对天文台，并设计了巨大的混凝土挑毡，这也是这栋房子最迷人的点之一。当外界的黑暗重新把旷野完全吞噬，这里变成了世界尽头唯一的避难所。所以当你升起壁炉，关上房门那一刻，全宇宙便只剩下你和漫天的繁星。我们入住的第2间 Airbnb 在皇后镇。皇后镇是在整个新西兰旅游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落脚点。我对这间房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会有一颗可以完全打开的窗户。这栋房子位于皇后镇西边的半山上，距离最热闹的镇中心其实只有几分钟的车程。但神奇的是，一旦你开车回到这里，整个世界就像瞬间按下了静音键，直接掉进了一个极其安静的街区。他们的房型是标准的联排小别墅，一共2层，1楼是完全连通的客厅和厨房。讲道理，这里整体的空间和质感特别像美国电影里那种中产家庭出游的度假屋。我们在长桌上一起用餐聊天，旅行时的疲惫在厨房的烟火气息里完全被治愈。这是今天的晚餐。而沿着楼梯到达2楼，这里分布着3间卧室，其中一间主卧，推开窗就是毫无遮拦的皇后镇湖光山色。而和这间主卧配套的还有一个正对着湖景的浴缸。这栋房子的空间有着非常迷人的秩序感。当这扇折叠门完全关闭时，黑色的窗框把外面的山体和湖泊严丝合缝地切割成了5幅对称的风景画。上山之后，这里就是属于家人的私密时光。守着这个角落升起壁炉，这才是家庭出行该有的氛围感。第3间民宿还是在皇后镇，但这次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来到了皇后镇的山顶。这是我们在皇后镇的最后一个晚上。这间 Airbnb 跟之前的去相比，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可以说是在整个皇后镇当中可以居住的地方当中最高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完全是一片上帝视角。然后在我们早上推开窗之后，就是整个烟雨蒙蒙的皇后镇。而且这间房子在整个看起来会更有设计感一点，它家具的选品、这个房屋的结构，还有它各种各样的地方摆放的一些小的物件，都会显得出这个房主应该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那我会非常喜欢的点之一就是它整个的房子当中一个巨大的挑高，看起来真的特别舒服。这栋别墅带我们来到了更高的山顶。如果说上一家是好莱坞电影里那种热热闹闹的假期大团圆，那这家则更像是 Nancy Meyers 电影当中的情绪空间。这里满足了很多我对理想度假住宅的想象。
原木的质感，大面积的留白，非常具有质感的家具。我们在雨天失去了阳光，但却获得了更好的蓝调时刻。这栋房子也被分为了2层，但不同的是，它的卧室区域是向下走的，一条长长的走廊连接了3间卧室。而最棒的就是这里的每间卧室都可以获得完美的湖景和一个窗外的小阳台。而在楼上，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儿童间，算是我见过的配置非常齐全的一家 Airbnb 了。当然，这也是在我们整个皇后镇的旅途当中最贵的一间 Airbnb， 但也是我在皇后镇当中最喜欢的一间。新西兰南岛的西海岸，这里有着最原生的牧场牧区，而我们的第4间 Airbnb 就在这里。这间小屋的地理位置很妙，它刚好位于我们出发贯穿南岛的高山列车格雷茅斯站和西海岸线的中间点。从海边返回的路上，我们便顺拐进了这里。一条牧场小路把我们引导向了这栋隐匿在林中单独一栋的小屋。房子确实不大，客厅的沙发展开变成了第2张床，但你能够感觉得到，小屋的主人一看便是个很会生活的人。简单的陈设却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有着极好的在地生活质感。而在这栋房子里，最让我心动的东西你们一定猜不到，在这里居然找到了我在新西兰见到的第一个智能马桶。看到它的那一刻，我直接笑出了声。看来这位过着隐居生活的民宿主人是真的用过好东西，并且享受生活的。现代文明的体面就这样冷不丁地藏在了一片荒野牧场里。而在清晨醒来的时候，世界是纯净的，窗外透进一片极其治愈的翠绿色的光，鸟鸣声和植物气息的芬芳把我们叫醒。在这里，你不是来新西兰南岛赶路的旅行者，而是一个真正暂住下来的牧场主人。那么以上便是在之前的新西兰20天旅行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4家 Airbnb。我也是从这里开始真正领略到了一些民宿的魅力。那其实最后说起来，新西兰的这些 Airbnb 还有一个让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地方，就他们几乎每一栋房子里面都会有壁炉，而且是那种真正可以烧起来的壁炉。在有一些酒店和民宿里面，他们还有那种纯的木柴去烧的。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正好是南岛的秋天，有一些夜里还是挺冷的，就你听着那个木柴在里面噼里啪啦烧的时候，是真的特别有安全感的时刻。就是最后每次坐在这种壁炉前面发呆的时候，就真的会有一种你在一个世界末日已经安定下来的感觉。而人们之所以迷恋南岛，也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壮丽的地理奇观，更是因为在这里藏着一种对待生活的姿态。我们既能在这片旷野里拥抱极致的孤独，也能在某个转角守住属于家的温情。那最后感谢大家看到这里，我是 Pio。新西兰系列的视频还会有几条，那这条视频如果给你留下了一些灵感和帮助，一定要记得帮我点赞和收藏。那让我们下期在全世界各地的旅行点再见。